今天我们要来一趟公路旅行，这一趟旅程呢是1天来回。我要去的地方是叫做夸拉布拉伊。看文莱地图，其实文莱的国土很小，这个马来苡县隔壁就是马来西亚了。从东边的首都开车到最西边的马来苡县，其实距离也不长，大约1个小时左右。文莱的高速公路其实非常的好开，因为它没有太多的交流道。在文莱，你看我目前开到现在，其实是没什么交流道的。这一段路其实是没有高架桥的。在文莱的高速公路开车啊，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天空颜色的变化，天空云彩的变化。我们出门的这一天呢，这一天凌晨下了好大的雨啊，所以呢，云层好厚哦。这个告示牌呢是阿拉保佑人民行车平安。大家会不会好奇，为什么从车子拍出去，天空可以这么亮呢？那是因为文莱的汽车啊是不允许贴隔热贴的。不过最近几年我看有些车还是有贴隔热贴，那听说要特别申请。我们已经接近隔壁的都东县了。好，即将抵达隔壁的县，可是呢，你有发现吗？这路上怎么没有休息站啊？其实文莱的高速公路并没有存在休息站这种东西，因为文莱国土太小了，你从东开到西其实也不太远，不需要有休息站。文莱的高速公路是跟台湾相比，实在是很好开，你不用怕下错交流道，因为其实也没有做多么的复杂，就这样一条路直直的往前开。文莱的高速公路有些路段是有速限的，已经有发现有人开车大概只有60-70公里吧，这个在台湾的话，后面一定塞车了。好像飘雨了，希望待会到 KB 的时候不要下大雨。你有发现吗？高速公路可以回转欸，台湾看不到这样。这一次开去马来苡县呢，主要是想去吃那边的美食，希望有美食可以吃，因为我们没有特别找。我们接近斯里亚这个区域了。文莱的油田主要都是分布在斯里亚这个位置。斯里亚就是在马来苡县里面了，表示马来苡要到了。从这个路口过去往前开呢，其实就是马来西亚了。
文莱和马来西亚的边界呢，自疫情开始就已经关闭到现在了，8月1号才会开放陆路边界。那我们已经下了马来裔的高速公路了，我们现在要前往市中心的路上。这个茶壶圆环非常有特色，一个茶壶下面有4个茶杯。茶了，有人解释说茶壶代表苏丹，那下面4个杯子代表4个县，表示苏丹非常照顾4个县的人民。看到这个天桥上的装饰了吗？我们来的这一天呢是7月14号，7月15号是文莱苏丹的生日，所以每年苏丹生日前呢，路上或是家家户户都会插上文莱的国旗。在文莱加油站只有这个品牌。那我们把车停好，决定来这一个小贩中心试试看它的食物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小贩中心。没有几家店有开耶。怎么里面这么多间都没有开呀？我们是平常日的早上来，通常这些店应该是很早开才对呀。怎么扑了个空？很多摊没有开耶。这家有开，这家卖什么？像很多人吃。闻到这个鸡饭的辣椒香，可是他说还没开始煮。这家中式餐厅是非清真餐的，好像很多人坐在外面吃，打算试试看。我们点了1碗干捞面，它的面是酱油偏多的，那个酱油是甜酱油，所以它的面是偏甜，跟首都这边的干捞面不太一样。我们决定再转回刚才的地方，看看有哪些店有开的。我们决定来试试看这一家的米爪哇，没有吃过。Gampang ada lagi ya? Habis Pak. Habis. 没有咖喱味，有咖喱味吗？有一点甜甜的，有点像咖喱，又有点像阿桑，酸酸甜甜的。偏甜，很甜。
甜，会不会吃？有点甜。这边就是马来裔的市中心了，就是这一条街。你看房子五颜六色的。这家 Guardian 是文莱的连锁药妆店，有点像是屈臣氏。文莱没有屈臣氏 ，Guardian 是马来西亚的品牌。左边这家餐厅是非清真餐，有卖猪肉的。哇，这种小小的超级市场，很像我们小时候的杂货店，好复古啊！文莱这一种卖布的店非常多间，在首都也非常多。马来人喜欢自己挑布，然后请人定做衣服。看得出来天色好暗哦，云层好厚，可见今天凌晨的雨真的下很大。哇，走到这边才发现，原来这边淹水了。这边离海很近，看得出来今天凌晨的雨有够大。在文莱，我觉得部分地区的排水系统做的并不是很完善，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雨，某些地区就会淹水了，就像这样。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？Bakery and coffee。哇！看好了，要不要试看？好啊，好排队耶。这家面包店真的有够小间的，它门上写一次只能5个顾客进去，所以大家都在外面排队。看起来这是一间卖咖啡和欧式面包的面包店。价位嘛，在文莱这个算贵的面包店了。有那个 cream Daniel。我们买了3种面包，这是巧克力口味的，在欧洲很常见到。这个是奶油糖果，这个是小红莓奶油口味。它的面包外壳非常的酥脆，巧克力给的不算是多。再来这个奶油糖果呢，你看得出来它一层一层的吗？我们已经放了2-3个小时，它还是一样的酥脆。我们这次来 KB 有一家餐厅是我们一直都想去的，它星期2是没有开的。好了，到了，就是这一家 Just Momos， 这是一家尼泊尔餐厅。Good morning. Ah yeah, for two. Yeah, for two. Thank you. 文莱有很多尼泊尔的军队驻扎在这边，
主要也是因为以前英国接管的关系，文莱人是没有当兵的义务，华人是不能当兵的，马来人可以自愿加入军队。店内有好多尼泊尔的装饰品。我们点了2种不同的饺子，这是煎饺，他们叫做 kotes， 有没有觉得很像中文的锅贴？因为有时候我们中文煎饺也会叫做锅贴。另一种我们点的是蒸饺，鸡肉蒸饺，每一盘都是10个，它每一颗饺子都还算大颗。那辣椒吃起来稍微辣辣的，稍微辣，稍微不会很辣，不会很辣。饺子吃起来真的很像台湾水饺。它里面有高丽菜、洋葱跟这个吃不出来是什么？菇吗？它不是肉，它是素的。它一粒一粒的不知道是什么，好像是菇吗？香菇吗？可能是香菇吧。煎饺吃起来比台湾的煎饺呢，吃起来还要再稍微油一点点，再多酥脆一点。他们的菜单上写，这个尼泊尔的饺子啊，也是从西藏传过去的，所以是翻过喜马拉雅山的饺子咯。这一家餐厅的价位会稍微高一点，像10颗饺子，平均1颗饺子是接近1块文莱钱，大约是台币20-21块。算蛮大的。餐厅呢，星期2是公休日，如果你要来吃的话，就要避开星期2咯。吃饱了，我们来找甜食吃了。本来以为这家店呢，它是有卖芋圆，还有番薯圆的。可是啊，我们进来看了菜单，才发现它没有芋圆、番薯圆诶，所以我们决定点了一个优格冰淇淋吧。就用这个优格冰淇淋为今天的马来裔之旅画下句点，再开车回家吧。